人人稱讚的優等生李一江，在短短2個月內背負5條人命。他專挑同性戀者下手，將受害者捆綁殺害，作案時播放殘忍歌曲，甚至割下受害者的生殖器。警方找上门时，他平靜承認自己就是凶手，更在審讯中主動坦白。1994年新疆昌吉市一起未破的初中生被杀悬案也是他所为，還堅稱自己才是受害者。殺人只是為了復仇而已。今天我們來講李一江連環殺人案。2003年3月19日晚，北京海淀区的志淵源家中，其父母照常致電，兒子卻無人接聽。2天後，憂心忡忡的父母在物業協助下打開房門，竟發現志淵源被捆綁在椅子上，渾身布滿刀痕，早已沒了呼吸。警方勘察現場時，提取到一枚清晰指紋，同時發現志淵源的捆綁方式與刀傷形態和近3個月北京發生的另外4起男性死亡案件高度吻合。這4起案件的案發地點遍布受害者家中、公共廁所和野外荒地，死者均為男性，且現場無明顯反抗痕跡。警方當即併案調查，梳理出5名死者的3個關鍵共同點，都是同性戀者，有 SM 性癖好，常在北京同志聊天室交流。循着這條線索，警方將排查範圍鎖定在與死者有過網上接觸的同性戀人群中。經過半個月細緻排查，24歲的李一江進入警方視線。目擊者稱，常看到李一江帶不同男性回其東直門柳芳南里12號樓的租住屋，有時一晚更換一人。死者的 QQ 聊天記錄也顯示，他們生前都曾與李一江聊過 SM 相關內容，部分記錄還明確約定了見面時間與地點。2003年4月4日下午，警方趕赴李一江租住的單元樓下實施抓捕，剛到門口就撞見一個牽着小狗散步的年輕人。警方上前試探詢問，對方卻異常平靜地反問：“你們是不是找我？我就是李一江。”他毫無反抗，只提出回家拿些生活用品，隨後便主動跟隨警方前往公安局。審訊室裡，李一江對殺害5名男子的罪行供認不諱。與此同時，志淵源被害案現場的指紋比對結果出爐，與李一江的指紋完全吻合。就在警方以為案件即將塵埃落定時，李一江又爆出驚天秘密：1994年新疆昌吉那起未破的初中生被殺案，也是他的手筆。這個外表溫和文靜的年輕人，竟在9年時間裡背負了6條人命。1980年，李一江出生於北京門頭溝區，母親在他出生前就確診精神分裂症。他出生後不久，父母便帶着2個哥哥前往新疆昌吉生活，他則被留在北京，寄養在經濟條件優渥的姑姑家。這段寄人籬下的時光，是李一江人生中少有的溫暖歲月。姑姑待他視如己出，物質上從未虧待。可好景不長，1992年姑姑家突生變故，無力再撫養他。12歲的李一江只能收拾行囊，回到新疆昌吉的親生父母身邊。在原生家庭裡，李一江成了徹頭徹尾的外人。2個哥哥因自幼與他分離，對他十分排斥。母親精神狀態時好時壞，發病時便對他非打即罵。父親扛起全家經濟重擔，又要照料患病妻子，脾氣變得格外暴躁。醉酒後動輒打罵妻兒。每當李一江被母親毆打，哥哥們都視而不見，有時還會聯手欺負他。為了躲避家中暴力，李一江每天天不亮就去學校，放學後主動留在教室打掃衛生，直到天黑透才迫不得已回家。在學校裡，他是老師眼中熱情負責的好學生，還被推選為班長。這種被認可的感覺是他在家中從未體會過的。上初中後，同班同學唐某成了李一江唯一的精神寄托。起初他以朋友身份接近唐某，後來這份友情逐漸變質，萌生了愛意。1994年初，14歲的李一江鼓起勇氣向唐某坦白心意，卻遭到對方拒絕，還被用二尾子這種極具侮辱性的詞彙辱罵。被拒的憤怒與屈辱在李一江心中不斷積壓，他認定唐某背叛了2人的感情。同年2月21日晚，李一江以有東西要給你為借口，將唐某騙到學校後方的苗圃，用事先準備的水果刀將其殺害。10天後，唐某的屍體被人發現，身上竟有上百處刀傷。法醫鑑定認為，兇手年紀尚小且缺乏作案經驗，才會捅下如此多刀，以確保受害者死亡。警方調查期間，因李一江在學校口碑極佳，且能清晰交代案發前後行蹤，再加上沒有找到直接證據，最終將他排除嫌疑，這起案件就此成為懸案。同年12月，殺害唐某大半年後，李一江在放學路上不小心撞倒一名成年男子，對方并未發怒，反而笑着邀請他一起吃飯。李一江本就不願回家，面對母親的打罵，便不假思索地答應了。飯桌上，男子不停勸酒，很快将李一江灌醉，隨後謊稱送他回家，卻將他帶到一處無人公園實施侵犯。
李一江醒來後拖着疼痛的身體回家，此後連續半個多月，他每天背着西瓜刀在遇見男子的路上蹲守報仇，可對方卻销聲匿跡。升入高中後，母親的精神狀態逐漸穩定，但父親的家暴卻變本加厲。每次父親醉酒後毆打母親，李江都會衝上前阻攔，結果往往是母子二人一同被打。糟糕的家庭環境與過往創傷讓李一江將所有希望寄托在學習上，渴望考上大學，逃離這個家。1999年，李一江以昌吉市高考第2名的成績考入北京理工大學。大學期間，李一江待人友好，講義氣，還燒得一手好菜，與同學相處融洽。为了不花家裡的錢，他從大一下學期開始在肯德基後廚打工，有時甚至在2家門店倒班，每天僅睡3-4個小時。2002年6月，李一江在網吧無意間點開一個名為紫色男孩的男同性戀色情網站，認識了自稱富二代的唐建霄。唐建霄提出資助李一江，條件是讓他搬來同住。起初李一江清楚這段關係是各取所需，可相處日久，唐建霄的溫柔讓他動了真情，但這份感情沒能長久。不久後，唐建霄對他日益冷淡，甚至將他介紹給朋友充當臨時性伴侶。李一江既氣憤又屈辱，卻因習慣了對方提供的物質生活，只能默默忍受。2002年11月底，內心苦悶的李一江在北京同志聊天室認識4名男子，幾人在酒吧相談甚歡。酒局散場後，李一江應邀前往對方住處，醒來時卻發現自己被脫光綁在暖氣管上。4名男子輪番侵犯他，還用鞭子抽打、煙頭和蠟燭燙傷他，整個過程持續1個多小時。那天晚上，李一江哭了整整1夜，隨後翻出同學送的西班牙軍刀。2次被侵犯的恥辱、家庭的冷漠、感情的背叛，所有痛苦與憤怒徹底爆發，復仇計劃在他心中悄然成型。從2002年11月底開始，李一江頻繁出入北京各大同志酒吧，尋找那4名侵犯者。2003年1月17日，他在三里屯酒吧街找到其中1人，尾隨摸清對方行蹤後，用新 QQ 號添加對方為好友，謊稱自己是同性戀且對 SM 感興趣。對方自稱收費奴，1晚收費800元，2人約定當晚在其家中見面。當晚，李江帶着軍刀赴約，用上次的事我也很喜歡打消對方警惕，待對方被綁住後，用軍刀將其殺害，還留下800元服務費。第一次殺人後，掌控他人生死的感覺讓李一江體會到前所未有的輕鬆。他並未收手，而是繼續尋找其他3名侵犯者。他用同樣的手法先後殺害了網名為靚仔哥的外語系研究生，以及當初虐待他最狠的男子。這一次他手段更殘忍，剖開對方肚子，割下生殖器扔進垃圾堆。解決完4人後，李一江離開唐建霄，找了一份保險工作，同時繼續在網上尋找新目標。不久後，李江通過網絡認識智淵源，2人迅速發展成戀人關係。可相處一段時間後，李一江發現智淵源還在與其他同性交往，這讓他再次感受到背叛。2003年3月19日，李一江來到智淵源的租住屋，用慣用手法將其捆綁殺害。作案後，他在房間停留許久，確認沒有留下痕跡，才鎖門離去。他萬萬沒想到，智淵源的父母會如此迅速地發現異常，這起案件也成為警方抓捕他的關鍵線索。2004年4月28日，北京市第1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。法庭上，李一江對5項殺人罪行供認不諱，辯稱殺人是因被侵犯，自己才是受害者。但他的說法引發諸多爭議，受害者作為施虐方，卻任由他捆綁扮演受虐方，不符合 SM 角色難以調換的常識。他自稱被侵犯，卻能輕易找到4人的行蹤，也不合常理。庭審中，辯護律師以李一江成長經歷充滿創傷為由，請求從輕判決。公訴機關則認為其作案手段殘忍，情節惡劣，且毫無悔罪表現，應當判處死刑。最終，1審法院判決李江死刑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。李一江提起上訴後，2審法院維持原判。2004年8月20日上午，李一江被押往刑场。臨行前，他與父母見了最後一面。精神模糊的母親不知兒子即將被執行死刑，李一江哭着謊稱自己要出國學習，叮囑父母好好生活。當日稍晚，李一江被執行槍決，年僅24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關於李一江的殺人數量一直存在不同說法，有報道稱他共殺7人，但法院判決書僅認定了智淵源等5人的案件，唐某被害案及其他命案因僅有李一江口供，缺乏物證未被認定。回望李一江的一生，這場悲劇始於家庭暴力與性侵創傷，最終讓他從受害者淪為雙手沾滿鮮血的施暴者，令人唏噓，更引人深思。